2010年11月16日，泰国警方在一家寺庙内发现了300多具婴胎尸体。后来经过地毯式的搜查，又在寺庙深处找到了1600多具腐烂发臭的婴尸，它们被一一装在塑料袋里，其中最小的还未成型，大的已经能正常出生，场面可以说是相当骇人。而更让人震惊的是，伤害这些孩子的凶手不是别人，正是他们的亲生母亲。原来，在泰国人工流产是属于违法行为，那些遇到渣男或者意外怀孕的女孩们，想要堕胎只能选择地下黑诊所，这里没有正规医院的卫生条件，也没有专业的医疗设备，甚至连最基本的麻药都没有。每次手术时，女孩们都会疼得死去活来，但即便这样，她们也不敢发出任何声音，因为害怕被外人听到。而为了让女孩少受点罪，医生只能以最快的速度将胎儿取出，然后熟练地装进塑料袋，随手扔到了旁边的卫生间里。等攒够了一定数量，他就会把这些婴尸全部打包好，秘密交易到寺庙管理者手中，接着管理者就会将其丢进火炉中焚烧。然而这种事情做多之后，难免会遇到一些意外情况。这次烧到一半的时候，本来熊熊燃烧的炉火就突然熄灭，并且不管接下来如何生火，炉子就是点不着，仿佛受到了什么东西阻拦一样。无奈之下，管理者只好将婴尸取出，暂时藏在了庙里的停尸柜中。而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，怪事就接二连三的发生，其中最严重的还属黑医生这边。他在给一个女孩手术时，用尽了浑身解数，哪怕是伸手进体内去掏，里面的胎儿依旧取不出来。更糟糕的是，因为这次暴力操作，导致女孩体内大出血，吓得医生直接丢下人跑了。警方发现尸体时已经是多天之后，记者阿伟闻讯赶到现场，想要获取第一手材料，谁知刚用相机对准女孩，阿伟瞬间被惊出一身冷汗，不过见身边的人都没发现异常，他便以为是自己看错了。然而就在他离开时，又在楼道里遇见了那具女尸。这次不光阿伟被吓了一跳，连旁边的同事都变了脸色。而这还不是最诡异的，因为就在当天晚上，阿伟开车带着妻女回家，可到了楼下之后，女儿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并且还看着小区门口说：阿伟和妻子相继望去，小区门口却空无一人，夫妻俩便以为是女儿看错了，拉着她就回了家。可第二天送女孩上学时，他又指着路边说自己看到了弟弟，还让父母带着他一起走。而这次路边的确有人推着一个婴儿，于是妻子就以为女儿是想要个弟弟，所以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然而就在这天放学后，妻子带着女儿在街边买小吃，等待的间隙中，女孩就好像受到了某种召唤一样，朝着黑暗的街道就走了过去。等妻子发现时，女孩已经独自一人跑进了寺庙，她急忙追了上去，却意外来到了寺庙的停尸间。可这里除了阴森恐怖的气息外，却根本不见女儿的踪影。而就在妻子慌乱寻找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声音，停尸柜的锁竟然自己开了。随着9号柜门缓缓打开，妻子也被吓得瘫坐在地。可这一坐不要紧，又让他看到了更恐怖的事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个大黄狗，嘴里还吐出一具婴儿尸体。被这一幕吓傻的妻子刚想起身逃跑，谁知转过头又被吓了一跳。好在这次是自己的女儿，于是他赶紧抱起孩子，逃离了这家恐怖寺庙。可从这晚之后，女儿的行为就变得怪异起来。明明房间里没有其他人，可她的嘴却一直讲个不停。妻子便忍不住问她在跟谁说话。女孩听后指了指自己的书包，说把弟弟给带了回来。妻子闻言拿起书包，强忍着恐惧拉开拉链，结果发现里面竟是一具婴尸。阿伟听到声音赶来，可当他打开书包时，里面又变成了一个玩偶。女孩说这是她刚才从寺庙里带回来的。看着玩偶的样子，阿伟总觉得有些邪性，于是第二天就把它还回了寺庙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寺庙的场景看着更不对劲儿，尤其是这几个蓝色的柜子，于是便顺手拍了几张照片。然而当他回到车里查看时，却发现每张照片上都有一道白色虚影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挡住了镜头一样。于是阿伟就想着让同事帮忙看看，结果同事看完之后却说แต่ดูไปคล้ายหน้าเด็กอยู่นะเด็กใช่พี่แต่ไม่มีอะไรหรอกพี่แสงแฟร์แหละคิดมากพี่。虽然同事这么说，但由于女儿最近的种种异常，阿伟还是陷入了沉思，甚至半夜都会因此惊醒。可这一醒不要紧，让他发现了更诡异的事儿。只见客厅的装饰画上竟然出现了很多小孩掌印，起初他以为是女儿的恶作剧，谁知第二天询问时，女孩却说是弟弟弄的。妻子觉得他是害怕被责罚，当场指责起了女孩，而阿伟却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但为了不让妻子产生恐慌，他并没将这些怪事告诉她。可惜妻子最后还是被吓到了，因为就在当天晚上，女孩本来在家里写着作业，结果又像是受到了召唤一样，竟背着母亲来到公园，一个人玩起了荡秋千，并且秋千还越荡越高，就像是有人在后面推她一样。女孩想停都停不下来。好在下班回家的阿伟路过，听到了女儿的哭喊声，这才把她给救了下来。但诡异的事情并没因此停止。回家后，阿伟跟同事用视频交流工作，同事见阿伟的女儿在他身后，便来了句你女儿真粘人。阿伟闻言瞬间懵了，因为女儿回来后就睡觉了，怎么可能会在自己身后啊？他让同事不要开这种玩笑，可同事刚才明明看见了女孩，但阿伟又表现得如此认真，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。而就在他恐慌之时，阿伟这边也出现了问题，电脑屏幕突然开始不停闪烁，然后就显示房间里有一道黑影，回过头却又什么都没发现。这一幕可把阿伟给吓坏了，他赶紧跑回卧室，钻进了妻子的被窝，可本以为能寻求到安全感，怎料半夜又突然被妻子叫醒。原来
妻子刚才听到有人开女儿的房门，于是俩人赶紧过去查看，结果还是慢了一步，房间里早就没了女儿的踪影。而就在夫妻俩慌忙寻找时，楼道里突然闪过一道人影，顺着人影消失的方向望去，他们终于在连廊上发现了女儿。经过这么一闹，阿伟再也坐不住了，他必须要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。于是就在自己和女儿床前分别架了一台摄像机，想要看看到底是有人在捉弄他们，还是说家里真有不干净的东西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刚躺下准备睡去，摄像机突然倒在了地上，阿伟只好下床重新扶起，可没过几秒钟他又倒下了。再次扶起时，夫妻俩一直盯着摄像机看了很久，直到彻底稳定后才闭眼睡去。然而当他们第二天醒来，发现摄像机又倒在了地上，更恐怖的是，里面还录到了小女孩，她竟然以这种奇怪的姿势在家里乱爬了整整一夜，嘴里还不停喊着弟弟。而此时她正坐在家里的阳台上，挥动着小手在跟弟弟做告别。夫妻俩见状都非常生气，开始对女儿进行严厉的训斥，说她根本就没有什么弟弟。谁知女孩听后却说：此话一出，夫妻俩瞬间就陷入了恐慌。起初他们只觉得是女儿太孤单，便臆想出来个弟弟，可现在事情好像并没那么简单。而与此同时，黑医生这边遇到了更可怕的事，他刚给一个女孩做完手术，耳边就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，还没等彻底反应过来，房间的门窗就突然关闭，接着他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按到了手术台上，手也跟着开始不受控制，竟然拿起旁边的剪刀，朝着自己肚子就扎了下去。好在剧烈的疼痛让他摆脱了束缚，踉踉跄跄地逃出了屋外，但那股力量显然不想放过他。而就在追逐中，他的样子也逐渐显现了出来，是一群刚成型的婴儿。黑医生见状立马明白过来，于是便大声喊道：这番话果然起到了效果，鬼婴瞬间就停止了攻击，似乎觉得黑医生的话很有道理，扭头就去找自己的父母算账了。另一边，阿伟正在家里擦着相机，女孩突然在边上来了一句：还没等阿伟从震惊中缓过来，旁边的妻子突然开始嚎啕大哭，那样子就好像中了邪似的，吓得阿伟赶紧上前查看，结果却被狠狠推倒在地，当场晕了过去。而等他再次醒来，妻子和女儿已经不见了。看着地上的玩偶，他猜测他们很可能在寺庙里，于是便开车赶了过来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刚才还在家里的玩偶竟然先一步到达，而这就意味着阿伟的猜测是对的。于是他赶紧寻找妻女，谁知就在这时，身后的柜门突然打开，数不清的阴尸滚了出来，吓得阿伟连滚带爬。而当他逃到另一边时，妻子的求救声从停尸柜里传了出来，并且里面还往外渗着血液。这下阿伟也顾不上害怕了，赶紧找东西砸开锁，结果发现妻子被里面的东西抓住了。不过好在他的力气并不大，经过一番拉扯，阿伟成功救出了自己的妻子，接着又顺势抱出了女儿。可女孩却在这时哭着说：รักสิลูก阿伟闻言顿感不妙，回头一看，妻子怀里正抱着女儿，那他怀里的又是谁呢？阿伟缓缓转过身，发现手里竟是一个带血的婴儿尸体。这时他才恍然大悟，才终于明白女儿口中的弟弟是谁了。可惜已经为时已晚。阿伟直接摔进了后面的水池中，紧接着无数个婴尸从水面上冒出，瞬间缠住了阿伟的身体，还使劲把他的头往水里按。恍惚中，阿伟回想起了自己曾犯下的错，原来他早就背叛了家庭，出轨了自己的女同事，还把人家的肚子搞大了，但事后他又不想负责，于是便让女同事去黑诊所打掉。结果因为黑医生造的孽太重，再加上管理者的焚烧炉坏掉，导致死去的婴胎阴气不散，纷纷找上了自己的父母，当然其中也包括阿伟的女同事。故事的最后，警方根据这件事顺藤摸瓜，很快就查出了寺庙的秘密，并且逮捕了黑医生。但他早已记不清做了多少场手术，只记得很多人都是回头客，只要客户说不要，不管1个月还是9个月，他都会帮他们拿掉。其中大多数孩子出来就死了，但难免会有几个命大的，而这时黑医生就会选择将他们留下，不为别的，只为给自己积一点阴德。可抚养这些孩子需要很多钱，为了赚钱，他就得不停地做手术，从此便形成了恶循环。另一边，阿伟已经被送进了医院，但他却成了植物人，全身上下只有眼球能动。巧合的是，他旁边病床上也有一个相同患者，只不过他的情况更加糟糕，除了眼球能动之外，肚里的孩子也可以动。而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，当女孩拉开帘子，发现这个病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阿伟的女同事。